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酱园弄台词被嘲，分明是陈可辛摸陈思诚过河。酱园弄风波背后，赵丽颖民国枪瘾争议，陈可辛的话题商业学能走多远？当赵丽颖的原声台词在酱园弄的预告片中曝光，并迅速登上热搜，观众的第一反应却并不是惊艳，而是迷惑甚至质疑。一句台词成了网友眼中的翻车现场，也将这部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女性向悬疑大片拉入了舆论的漩涡。而这场争议的背后，不仅折射出演员与角色的冲突，更暴露出导演陈可辛对于流量与商业的双重算计。一、台词引发争议，赵丽颖为何成了语言孤岛？这就是赵丽颖的原声台词，她是在模仿周璇，还是走错片场了？当观众面对赵丽颖饰演的民国女作家西林所使用的腔调时，扑面而来的不是角色代入感，而是一种强烈的割裂感。有人质疑他是否在装腔作势，也有人认为他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事实上，如果仔细考究历史语境，赵丽颖的处理并非毫无根据。她饰演的角色西林，原型是民国女作家苏青，活跃于上世纪40年代。而彼时的国语标准尚未完全普及，国音常用字汇直到1932年才正式颁行。当时上层社会使用的语言确实带有浓厚的南腔北调与拿腔捏调的特征，正如老电影中的宋美龄讲话或周璇唱歌，那些优雅的旧派腔调本身就是时代烙印。然而问题在于酱园弄全篇语境并未统一采用这一语言风格。章子怡与雷佳音使用标准普通话，张宇等配角偶尔穿插本地方言调味，赵丽颖的民国腔便在这种混搭中显得格格不入，如同一场交响乐中突然响起唢呐，虽有来由，却不合时宜。这也让赵丽颖陷入两难，她是剧组中最考据的演员，却因为缺乏整体语境的呼应，被迫成为全片的语言孤岛。二、话题选角术，陈可辛摸着陈思诚过河。酱园弄尚未上映，已是话题不断。这背后，导演陈可辛的选角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仿佛精通话题营销之道，熟练操盘，构建起一场女性群像的商业博弈。首先看阵容配置，男演员有易烊千玺、雷佳音、李现，几乎涵盖各年龄段的高人气男性。女演员方面，则汇聚了章子怡、杨幂、赵丽颖三位顶流女星。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女性向悬疑大片的先锋尝试，实则更像是一场社交媒体的流量实验。三位女星皆为离异独美大女主的代表，贴合杀夫案题材下觉醒女性的叙事逻辑。然而这份贴合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资本运作意图。章子怡坐镇大女主，维持主咖地位；杨幂与赵丽颖同框，制造番位之争与演技之争的噱头。粉丝之间互相撕番，论演技、比票房，无需宣传团队额外投入，便可轻松炒热话题。当粉丝为谁演得更好，谁番位更高而争得不可开交时，陈可辛与出品方早已笑纳这一波自来水流量。这种话题质量的营销策略，也正是陈思诚当年消失的他大卖35亿所仰赖的核心手段。只不过这次的陈可辛版更加细腻，且包裹了一层高级女性叙事的外壳。三、赵丽颖的高风险出演得不偿失。对于赵丽颖而言，酱园弄本应是一部挑战自我、突破形象的佳作。然而从目前的舆论走向来看，她的这次尝试更像是一场豪赌，赌赢了就是影后级别的转型之作，赌输了则陷入争议泥潭。番位陷阱，掉入内耗漩涡。虽然章子怡的老大姐地位毋庸置疑，但
但杨幂与赵丽颖却处在同一层级的二番女主中。两人本就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互相之间的对比与冲突从来都不是粉丝希望看到的，而是资本希望看到的。谁是二番？谁是影后候选？谁更受观众青睐？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比较，实则早已变成了营销团队引导舆论的工具。越是撕得激烈，话题就越持久，而越多的争议便转化为越高的票房预期。这场被动竞争让赵丽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流量漩涡，台词风格翻车，失了角色定位。赵丽颖本意是通过民国腔还原历史语境，体现角色的真实与沉浸感，但结果却因为与其他演员语调的差异，显得突兀离谱，成为被剪辑与被调侃的对象。观众对她的民国腔并不买账，反倒纷纷留言称赵丽颖不是合演知性海派，强行模仿反而让人出戏。这不仅打击了她个人在表演上的尝试勇气，也令她此前在大众心中自然清新的人设遭遇挑战。气质冲突，挑战失败的代价。从出道至今，赵丽颖始终以接地气亲民著称，无论是《花千骨》中的坚韧小骨，还是《知否知否》中的盛明兰，她始终擅长塑造草根逆袭的角色。此次挑战民国海派女作家这一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其本身就对她的台词功力、姿态气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她可以模仿民国发音，却很难模仿出那种海派文人所独有的骨子里的松弛感与文化底蕴，这也是导致观众不适应的根源所在。4. 陈可辛的女性叙事是否真的走心？当女性觉醒、杀夫悬疑成为流行题材时，创作者也纷纷涌入这一赛道，陈可辛也不例外。但她是否真的在为女性发声，还是只是借题发挥，消耗热点？这是观众值得深思的问题。从酱园弄的运作逻辑来看，其女性叙事更多是工具性的存在，通过题材制造争议，通过女演员制造话题，通过粉圈对抗制造流量。至于角色本身是否有深度，故事是否真正表达女性命运，这些问题反而被挤压在舆论之外。就连赵丽颖的语言考据努力，也被整体话语场的商业化操作淹没了意义。而更讽刺的是，当她仍在为一个角色苦心孤诣研究发音、塑造气质时，背后的资本早已将她的台词争议当成流量资产，反复运作，炒热话题。5. 结语，这场风波，谁赢谁输？如果我们回头看这场围绕酱园弄的风波，会发现赢家似乎并不是演员本人，而是那些善于算计的幕后推手。赵丽颖的民国腔之所以争议不断，并不是因为她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这份努力无法与整个项目的商业节奏对齐。她希望用演技为角色增色，而导演与制作方却更在意如何利用她的争议制造话题。酱园弄是否会票房大卖，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赵丽颖用心良苦的这一次尝试，已经在开场时就被架上了流量的火架。在这个流量质量的时代，演员的努力是否还能被真正看到？导演的女性叙事是否还能真正打动观众？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而赵丽颖是否会因为这一战，真正迈向演技派的下一个高地？还是会被困在流量之战的漩涡中？答案还需等待时间揭晓。